数字自由的模型，听 C 狗为您分享。Hello， 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这一期的魔玩分享。本期要和各位分享的，也就是眼前的这一盒万代高高 HD 得天使高达。这款模型目前的均价依旧是在20多元左右。同时，这也是我个人认为高高翻模的 HD00第一季4小强所有机体里边唯一一个能看的机体了。能天使、力天使、主天使都是因为面相问题或者说其他的一些问题导致素质不是特别好。这款主天使呢，这款得天使呢，相对来说还算能看得过去。那么整体的板件数量呢，依旧是差不多有4块板件。当然，这一次的板件其实开完盒以后呢，我个人就是感觉灰尘稍微有些大了，而且像整体这种油亮的材质呢，其实也是正常了。毕竟我们已经拼了这么多高高的模型了，其实也是见怪不怪了。对于 HG 方面的话呢，高高的确是没有什么太好的那种摩擦质感，我反而还期待一下，会不会哪台 HG 上会有这种摩擦的质感，其实看上去会更好看一些。那么整体的细节相对来说呢，我个人认为要比昨天的观星者可能相对来说要稍微的好上一些，不过也都半斤八两。那么剩下的时间我们直接来看一下最终成品效果到底如何。那么经过一段时间的组装呢，这一款高高的 HG 得天使就已经全部的组装完成了。整体的制作过程呢，其实也就算是一个普通的高高 HG 的一个制作水准。但是我这款模型其实中了奖的，因为我这款模型里其实少了一条，应该是6个球形匹配件，所以说呢，像这一些的 GN 加农炮只能是通过蓝地胶进行一个简单的加固了。那么这款模型里除了得天使主体以外，还剩下一个支架地台，然后就是光束军刀了。那么其他东西就没有什么东西了。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整个头部。这一款 HG 得天使头部相对来说，我个人认为算是高高里边面相比较正的一个了。这一次我的贴纸没有中奖，而且呢眼部还是比较正的，但是就这个天线可能稍微存在一点小小的歪，远看还行，近看的话呢，可能还会有一些问题。下方的面罩部分契合度也还是比较好的，但是整个稍微有些松，建议各位进行一定的加固。因为得天使的机设缘故，所以说整个脸部呢会看着稍微的厚实一些，但是因为是 HG 的比例，所以说也没有办法还原出内部的纳德雷高达。整个头部还是比较厚重的，两侧的接音电容呢，这些其实我这个地方还是要吐槽，万代当年怎么想的，要把00系列的这个机体呢，里边是黑色贴纸，然后外面上一个白色的透明件去展示，这个电容不好看。整个头部依旧是通过一个匹配件进行连接的，这个活动性其实呢也只能算是一个常规食指了，只能够进行简单的一个活动性。胸部算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地方，除了上方的2个小天线依旧是可以进行活动的，这些都是00系机体的一个常规操作了。之后呢，前端的驾驶舱和太阳炉这里还能够进行一定的翻折，但是下端驾驶舱这个翻折其实就比较小了，而且内部呢其实也是有一定的驾驶舱的细节刻画。针对于一款 HG 来说，我个人感觉还是比较好的。但是白色零件这边的刻线其实已经是糊没了，这一块呢我是想加深刻线都没有办法加深刻线了。胸口两侧的出气口都是通过了分件进行展示的。整个胸部呢，其实这里边还有一个外拉小机构，都是一个通过了一个关节进行展示的，能够提升手臂一定的活动幅度，这个效果还是可以的。整个胸部通过一个助行卡子进行连接，只能够进行一定的左右旋转，这些都是对于这款模型来说比较一个常规的可动了。肩胛部分的组合也都是常规操作，就是一个简单的左右合，而且得天使的肩胛呢，看起来会相对来说比较厚重一些。下方手臂部分的这些也都是比较厚重的，因为内部原本按机设来说呢是蕴藏了一个纳德雷的手臂，所以说这个地方呢看着会非常的厚重。接音电源部分，得天使的接音电容部分呢，在手臂是提供在了正电前端，这个地方呢也是通过了一个黑色贴纸以及白色透明件进行展示的，说句实在话，其实不是特别的好看。手腕后方还带有一个带有弧度的接音粒子传送带的这么一个细节零件的，上方呢是通过了一个贴纸进行补色的。在张人手部分依旧是提供了 HG 最普通的可动手了不对，最普通的握持手型。但是这个手其实在握持这款武器的时候呢，容易脱落，所以说我建议各位对手背甲进行一定的加固。整个手臂活动性其实也算是一个中规中矩的水平了，屈肘活动能够达到90度，之后呢，平抬幅度能够达到90度多一点点，之后整个前摆的话呢，只能够达到接近一点点的小可动，其实这些也就是算是一个比较正常的水准了。在手臂前身呢，主要是通过了胸部这个关节进行活动的。在手臂连接部分，其实这个地方只能提供一个上抬以及下压的这么一个关节，所以说当前这个状态下呢，也就是这一点可动了。
在胯部部分，首先前裙甲部分呢，其实也都是一个常规操作了，两个球形关节之后，上端呢是带有一个零件进行固定的。各位可以看到，在胯部呢，我是进行了一个塞指的加固，这因为这个地方在胯部以及大腿之间的球形关节连接是比较松的，活动的时候总容易弹出来，这个地方是需要各位一定要加固一下的。裙甲部分的抬起也算是一个正常的水准。侧裙甲的话呢，这个地方我要没记错的话，应该是一个支撑粒子的发生器，能够通过一个柱形卡子进行连接，能够进行一定的翻折，这些部分也都是常规的可动了。后裙甲依旧是为不可动结构，而且整个后裙甲呢就是这么一大片，两侧的黑色以及下端带有6个喷口的这个黑色贴纸呢，都是通过了贴纸进行补色的。这一块的粉色也是贴纸，两个喷口呢，这个是带有独立分件的。整个腿部其实一眼就能看上去德天使这种非常厚重的装甲，但是看上去厚重，仅仅就是一个前后合2个零件拼出来的，所以说内部是完完全全的是空的。上方的这个地方都是通过了贴纸进行补色的，这一段是进行一定的渗线。之后呢，在大腿部分依旧是带有00系列标准化的这么一个支撑粒子的贴纸了，这个地方都是常规操作了。膝盖在弯曲的时候呢，内部其实还是蕴藏了一把光束军刀的剑柄，配合上这款模型所附带的光束军刀特效件，就可以实现光束军刀的大胆样式了。其实我要记得没错的话呢 ，HG00系列机体提供这种粉色的透明光束军刀特效件真的是比较少了，大部分都是一体成型的白色的通体的零件。在大腿外侧是挂载了一对支撑粒子发生器，这个地方呢，其实正常来说是可以进行打开的。这个地方如果想要打开，其实相对来说还是要费上一点心思的。而且其实这款模型也并没有说内部提供了一些贴纸或者说其他的一些细节内购，所以说这个地方打不打开，我感觉意义都不太大。后方的话呢，也是带有一定的这么一个喷口这样的细节，上方的刻线其实基本上已经是糊没了，所以说各位谨慎的去深陷。脚掌部分也是带有一个活动关节的，这个部分呢提供了一个活动关节呢，其实我个人还是感觉还是比较好的。在脚部呢是正常的一个上下颌，之后上方是带有一个脚掌那边一个零件，基本上也都是常规操作了。这款模型在胯部的整体的活动性其实因为胯部呢依旧是球形关节，所以说胯部整体呢也不算特别好，侧踢只能够达到这样的状态，前踢的话呢大概能接近于90度，后踢的话因为后裙甲不可动，所以说呢只能达到接近于30度左右。屈膝活动，因为大块装甲的缘故呢，只能够达到90度这么一个水准。脚腕部分内部呢是提供了一个新规的关节，但是这个关节呢其实活动起来还是比较紧实的。我个人认为这个关节其实对于脚腕的活动性提升确实挺好，但是对于整体模型的活动性提升呢，其实并没有太大的作用，因为这款模型实在是体块比较大，所以说战狮或者直接上支架就是一个最好的宿命了。那么德天使的背包部分其实呢也是比较简单了，通过一个简单的机械臂进行连接，因为这个地方我是球形匹配件已经是丢失了，或者说呢就压根中奖没有发，所以说当前状态下我是通过了蓝凝胶进行一定的加固，各位可以简单的看一看，整个机械臂是能够进行一定的翻折的，这些都是常规操作了。后方呢也是带有一定的旋转，上方正常来说按照球关节呢也是能够进行一定的活动的。之后我们可以通过将整个机械臂翻转，然后呢实现光束加农炮的大胆样式。在加农炮的内侧呢，还有一个小机构可以拨动整个炮口进行一个推拉设计，这些部分都是常规操作了，我个人认为还是比较好的。而且两个节能加农炮还可以拿出来，内部呢是带有一个小小的握把的，可以实现手部的握持。但是我相信这两个东西就直接给它一直挂载在肩部上就可以了，拿下来的话呢，其实还是比较麻烦的。而且这个握把呢比较细，还不太好掰。武器方面，除了我们之前所看到的那一把光束军刀特效件呢，其实其他的也就剩这一个超级的直烟火箭炮了。但是上端的这个黄色零件其实是比较松的，所以说在活动的时候很容易展出来。整个直烟火箭炮的体积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大的，差不多呢能接近整款模型的2/3的大小了。握把都是可以进行一定的活动性的，但是这款模型其实我个人有一个非常不太爽的地方，就是仅仅是提供了2个握把，但是连接握把的地方呢是有3个的，所以说这个部分还需要玩家自行的去调整一下了。之后握把这个地方呢也是可以进行调整的，主要就是为了后续德天使双手持这个大炮的时候呢，呈现一个爆发样式的。然后握把的话也是带有一定的活动性的，这些都是常规操作了。炮口前端是可以进行一定的下拉展开的，但是说句实在话，这个关节其实处理的不是特别的好，很紧，而且效果呢也不是特别好。然后我们再展开剩余的黄色零件，就可以实现整款加农炮的一个加载释放样式了。当前状态下怎么说呢，反正我是不太喜欢因为这个零件的新接度其实不算特别好。那么这款模型其实在整体的修建方面主要就是在一些左右核以及前后核的大型卡嘴了，只需要用水口钳给它来一刀就很好的解决了。首先呢，就是在 C36、A22 这2个部分，还有 A23 都是需要进行一定的扩孔的。再来呢，
就是整个 A8、A7 两个透明件，我建议各位是把后方这个卡榫给它削掉，只留下前端的透明件，然后用胶水进行一定的加固。在火箭炮部分呢 ，C1、C2 左右合是比较紧的，然后在这边的话呢 ，B2、B4 两个白色零件左右合是比较紧的，需要各位进行一定的扣孔。然后这一步其实在组装的时候呢，如果说各位手边有胶水的话呢，我建议是给它拼上去，用胶水进行一定的固定，或者说再把这一步拼完了以后呢，我们用这一步给它上下卡榫给它插进去进行一定的固定，其实效果也是比较好的。然后这里边还有一个就是 B25 和 B24 这两个件呢是需要进行一定的扣孔 ，B19 和 B18 也是需要进行扣孔。然后在这边的话呢，就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了。首先就是在 A3、A4 脚底板是需要进行一定的扣孔的，这边的 B37 和 B36 是需要进行一定的扣孔。然后 D9 这个柱形卡榫在插上去的时候呢，稍微有些紧，需要各位稍微的注意一下。B6、B16 需要进行一定的扣孔。D7和对应的这个孔位或者说这个桩位呢，我建议各位用砂纸给它打磨2圈，会更顺畅一些。然后剩下的部分呢，也就是剩下的背包了 ，C20 和 C19 是需要进行一定的扣孔的。那么这款模型其他的部分就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了，正常拼就行了。无非也就是一些什么所谓的缩胶了，或者说是细节不均匀了这些情况发生了。那么整款高高 HG 得天使，我个人认为拼出来以后呢，其实还算是能看。但是这款模型因为板件我这台模型发过来呢是比较埋汰的，所以说我建议各位在买回来了以后呢，用洗洁精泡点水给它洗一洗，擦一擦，之后这个板件可能会更好一些。拼完了以后呢，我相信也没有什么朋友会给这款模型去上消光，因为很多朋友都会感觉有比较奢侈或者说比较浪费。我个人感觉，如果说有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上一个消光玩一玩。毕竟004小强嘛，目前第1季里边004小强高高里边的能看的，我认为只有这一款 HG 得天使了。HG 能天使面向崩 ，HG 主天使面向崩 ，HG 力天使面向崩 ，HG 得天使也就是能看得过去的那种感觉了。那么不知道这款 HG 得天使各位感觉怎么样呢？本期的 C 狗猫分享到这里就已经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一期不见不散，拜拜。